为人父母都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照顾，让他们能够身心健康、快乐成长。我曾听人家说过，养生并不是成人的专利，养生要从孩童时期开始做起。回想起我的成长岁月，在印象中，当时的父母好像对孩童养生也没有什么概念。孩童真的需要养生吗？以中医的角度来讲呢，孩童的养生的核心呢，在于调理脾胃，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。如果我们的脾胃调理好了的话，我们可以更好的吸收食物的营养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作为一个资本，让小孩茁壮的成长。就是我们中医有讲脾为生痰之源，所以脾胃如果调理不好的话，它就容易生痰生湿，生痰生湿就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啊，比如好像咳嗽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鼻炎啊这样子的情况。所以如果他们生病的话，当然对他的这个成长就会有一定的影响。那成人养生跟孩童养生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？小孩子养生的话，他们是不需要去服用一些中药啊，或者一些补给品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，因为小孩子他们的自愈能力是很强的，但是平时在饮食方面要注意，不要让他们吃太多生冷的食物，太多甜食还有油腻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容易影响到他脾胃的功能，所以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吸收他正餐的食物里面的一些营养。明白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食疗来增进他们的这个养生的效果？孩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药膳茶饮。我现在要介绍的这2道药膳茶饮是针对调理脾胃而设定的。所以第一道是山楂苹果麦芽水，然后第2道是四神汤，功效是可以调理脾胃，帮助他们促进食欲。这2道药膳呢是适合任何年龄层的孩童来饮用的。那除了这之外呢，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能够帮助到孩童保健养生呢？另外一个保健养生的方法就是可以帮助小孩做小儿推拿。小儿推拿呢，我们会先从他的手开始，所以他的手上呢，其实他的五指都是有对应各个不同的经络。然后像我们一般比较常用的一些穴位就是补脾经。补脾经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往里面推，这样是补脾。然后脾下面呢有这个胃经，所以胃的话，一般我们会往外面这样子推，这是清胃。然后如果小朋友容易便秘，可以跟他清大肠，因为这里是大肠嘛，所以就可以清大肠。我们小儿推拿也有推拿腹部，一个是分腹阴阳，就是按照他的肋骨的这个边缘这样子推。你看他一直在笑。完了还有摩腹。摩腹的话，就是以他的这个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钟。对，因为顺时针可以促进他的大肠蠕动，然后帮助他排便这样子哈。像这样每个动作呢都是100下是吗？100下左右，对。OK。那小儿推拿都适合哪些年龄段的孩子呢？所以小儿推拿基本上6个月到大概7岁左右的小孩都是可以来进行的。对。家长其实如果每天都可以给小孩进行这些推拿的话，其实对他们的身体是很好的。对 ，OK。看一推完了，他马上就排气了。对。众所周知，游泳对大人和孩童都有许多好处。那究竟游泳对孩童有哪些好处？我们身为家长的，是不是全都了解呢？J， 我看到这边的孩童哦，他们呢好像都一点都不怕水，玩得很开心哎。我们这边的孩童大部分是从4个月就开始学游泳，因为他们的颈项的肌肉够发达，能够把头抬起来，而且他们对水还很熟悉。刚好这水的温度跟你在母胎里面的那个温度是一样的哦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很舒服，没有任何的恐惧，在这种很放松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学会游泳。可是4个月哦，他懂得怎么憋气吗？其实孩童他天生就有那个闭气的反射，所以要教他们游泳呢，我们就会运用这个闭气的这个反射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会倒水在他的脸上啊。那孩童他们如果在憋气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关眼睛、关嘴巴的一个动作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这个动作出现的时候，就代表说他已经熟悉怎么去闭气，我们再把它放下水。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安全。
那孩童进行这些憋气的训练，是不是对他们的那个健康呢有更多的好处？孩童学习憋气呢，其实可以增加他们的肺活量，增强他的呼吸系统的功能。那孩童他们呢在水里面呢又踢水、打水又划水的，其实呢是运用到他们身体各个部位哦。对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强身健体的活动，对不对？ OK， 游泳呢，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运动，因为它会帮助他的肌肉发展啊，骨骼更强壮啊，它还可以帮助心肌发达。其实游泳对小孩子的智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就是因为你游泳的时候，你需要很多的协调，手啊、脚啊，还要听一些口令啊，所以这些过程当中，其实一直在提升他们的智力的发展。 而且我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，就是呢，因为他们是跟父母亲一起在进行这个学习的过程哦，很愉快，那所以呢也增进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拉近亲子的距离很大的一个帮助。回到家了，我刚刚从图书馆回来，借了几本呢跟孩童营养和健康有关的书籍。为了让我家的4个宝贝能够吃得健康、营养均衡，我从食材的选择到烹调的方法都会相当讲究。因为吃对食物呢，就能够吃出健康、营养均衡，孩子自然呢就会健康成长。我相信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包括这位我要和她见面的艺人妈妈。 是的，我知道呢，你是个很用心的妈妈。我相信呢，你在为你的女儿准备食物的时候呢，应该是下很多心思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非常骄傲的说，是的。他每一天的食物，他的每一餐都是我准备的，从他6个月大到现在。因为我觉得食物是他们一开始很重要的一个基础，所以一定要用食物来把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脾胃给他打好那个底。我想让他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每当让他尝试新的食物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它清蒸，那他可以尝到原味。所以第一次让他吃西兰花的时候很好笑，他就有呕吐的那个现象。那一餐西兰花一口都没有她吃，拒绝。可是我是希望他能够接受，我尝试了多2、3次。现在呢，西兰花是他最喜欢吃的菜，所以我就哇很感动。那他吃的多，我也会担心；吃的少，又怕他好像吃的不够。不用担心，你不用焦虑啊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去找一位专家，什么问题呢，你都可以去问他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在宝宝从出生到6个月大的时候呢，母乳跟配方奶都是它主要的营养来源。在宝宝6个月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增添副食品了。在宝宝1岁之前呢，就是尽量给宝宝吃各种不同食物组别的食物，让宝宝得到不同的营养元素，让宝宝尝试不同食物的味道跟质地。这些呢都可以避免宝宝之后挑食的问题。那孩子应该在几岁的时候啊，跟大人一起同桌吃饭，吃一样的东西呢？基本上呢，宝宝1岁以上的话呢，如果他的吞咽跟咀嚼能力跟他年龄相符的话，他其实就可以跟家长吃一样的食物了。除了准备3个正餐，茶点也是很重要的，一天可以给大概是2到3次的茶点。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一道简单而且是营养的茶点，就叫做虾仁吐司。吐司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要去边，好，然后就再把吐司切成4个小块。bite size 的小小口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乳酪切成4块。好，乳酪是蛋白质、热量跟钙质的来源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也含有锌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要把那个虾剁成虾泥。好，这个茶点的话呢，我是用虾仁，可是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食材去代替，就比如说鲔鱼啊、鸡蛋啊，或者是鸡肉。虾仁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话呢，它们也是铁质跟锌的来源。玉米粒呢，其实它是算蔬菜的其中一种。除了是说给孩子吃到蛋白质的食物的话呢，也吃到蔬菜。不用玉米粒的话呢，你可以用红萝卜啊、青豆仁啊，或者是说很像菠菜啊去代替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虾泥放在面包上面了。当你的小孩1岁以上，你要放一些调味料去提味也是可以。可是我用乳酪已经可以增加一些味道了。好。然后呢，把蒜泥跟人造黄油掺在一起，做一个蒜泥黄油。这样人造黄油的功用就是增加它的热量。孩子需要热量的目的呢，就是帮助他们增加体重跟身高。现在我们要以200摄氏度烘烤10分钟。你看，
一看上去哦就很对诱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又富有营养。不要说小孩，就是连大人看到我就觉得很开胃。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茶点。当我们在给小孩子吃的时候呢，搭上水果的话呢，还有牛奶的话呢，让孩子摄取不同的营养，来帮助孩子保健养生。我真的太喜欢了，谢真的谢你教会我这个，我要让我孩子试试看。OK， 孩子们，我今天啊去上班呢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怎么做这个。老公，你没份。你也试试看。好吃吗？OK， 好好吃啊！大概到你啦。牛虾，虾，喜欢吗？好吃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做给他们吃了。等一下我也要。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营养均衡的饮食固然重要，但是积极的去参与各项的户外活动，拥有健康规律的生活作息也是不容忽视的。在本地，每逢学校假期，各年龄层的孩童都有机会参与各项有益于身心发展的假期活动哦。Anna， 孩童们呢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啊，对于他们的身心发展有哪方面的帮助呢？现今孩童常见的问题有久坐不动，然后缺乏运动，很少晒太阳，所以就会缺乏维生素 D， 然后也花很多时间在看他们的手机啊、平板电脑，近视也加深，然后减少使用他们的5个感官，以致不敏锐，注意力也可能很容易不集中，容易产生压力、焦虑感。那孩童的发展其实是全面性的，那包括情绪情感发展、生理发展，还有社交技能发展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当我们让孩童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，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些生理、心理的问题，然后也帮助他们从小就保健养生。那你们主办的这些活动啊，都适合哪些年龄段的孩童呢？我们选择以5岁至9岁的孩童作为对象来设计我们的活动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年龄层是最适合培养他们与大自然的接触。我们的活动通常都会为期3天。我们第1天会跟孩童分享，当他们要走进树林时，他们应该注意什么事项。第2天会分组走进树林里，让孩童学以致用。那我们第3天其实是最好玩的1天，因为我们会鼓励孩童独立完成在树林里面的任务。哇，我可以参与吗？当然可以，今天是我们第3天的活动，那我们走吧。OK， 嗨，你们好。小朋友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走喽走喽。其实要走这么长的一段路，我相信对小朋友来说呢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。我也发现到呢，这些小朋友的观察能力非常的强哦，他们对周遭都非常有好奇心。有一个小小的在那边，看到了，在那边，对对，谢谢你。小朋友呢，他们有好的观察能力呢，就能够促进他们的表达能力，而且呢，对于他们的智力发展呢又有所帮助。小朋友，我们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，我们需要独自完成这个路程。Miss Eve 呢，她会在终点站等我们，我需要你去找她，可以吗？可以帮忙吗？现在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，我们需要独自完成这个路程。Miss Eve 呢，她会在终点站等我们。Which way should I go? Help. 听说关德特一直在那边迟疑，不肯往前走，一直回头看，真的希望说他能够完成这任务哦。成功了，你到达终点了 ，High five！ 恭喜你，你完成了，你找到 Miss Eve 了，加油加油，再多几步，再多几步，好棒哦 ，Gwyneth， 来给我击掌。那有位小女孩呢，她在走完了之后呢，她就开始哭了。她可能就是在路途中呢，有点迷失了方向。那她之后呢，看到朋友呢，她又开始笑了。虽然她有哭过，可是呢，我相信呢，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，她的自信心还是有被建立起来的。那
那今天的活动呢，还有一个主题的，那就是拯救 Corporal Jenny。那抵达了瞭望台之后呢，小朋友他们就得要发挥他们的团队精神，而且呢，发挥他们的这个思考能力哦，还有没有创意，用仅有的材料呢，看要怎么样的让朋友能够把蛋从1楼运上去。找到了，小朋友找到了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耶！一半拿到了 ，OK， 你可以拉上去了。那这蛋里面呢，其实呢有一个密码，这密码呢能够帮他们解开锁头，拯救出 Corporal Jenny。看到了，耶！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，可以让孩子们哦有目的性的去帮助一个人，所以呢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心，同时间呢也能够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。当孩子们呢完成任务之后，我可以看得出呢，他们是非常的开心的。其实培养孩童的正向情绪啊，还有健全的人格，也是孩童保健养生的关键之一。我们做到了！不只是大人上健身房，有不少的家长呢也会送他们的孩子到健身房，让私人健身教练指导他们的孩子锻炼身体。我很好奇，孩童为什么需要私人健身教练呢？而这些私人健身教练会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？通常孩童过来我们健身房，我们透过不同的健身跟运动的方式，让孩童去了解他们的身体各个部位，去训练他们的不同的肌肉组织，然后也可以避免日常生活中或是在运动中受伤等等。那一般上来讲哦，孩童在什么年龄可以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呢？在我们的健身房呢，差不多从7岁的小孩子到青少年，我们都有。这个时期，我们透过不同的锻炼跟训练，去增强他们的 motor control。什么是 motor control 呢？ motor control 是运动控制，指的是我们身体如何的精确跟协调的去完成一个特定的活动。锻炼好运动控制，可以提升孩童的专注能力，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的身体更有协调性、更敏锐的活动，也可以让他们调整他们的姿势。那教练，我们要训练这个运动控制哦，要做的活动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活动呢，其实是我们要训练平衡感，还有背部肌肉。背部肌肉比较强壮的话，他们也可以调整驼背问题。现在依照我的口令，我要你的双手去触碰我所指示的部位：眼睛、膝盖、臀部、肩膀。我觉得第一个活动不是很难，可是教练给我们那个垫子的时候，我差一点要跌倒了。站在那个垫上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真的就是在考你的平衡力。那你要同时去做这些动作呢，真的是需要很专心、很专注的去做。我们第二个活动是训练我们的身体的反应能力。他有反应。对，所以妈妈跟微微会站在2个锥筒的中间。OK。当我说左，你要赶快的去碰左边的锥筒；右边左转，你的身体要左转 back。当我说右转 back。当我说半蹲，你就做3个半蹲；还有当我说 hop， 你就做一个小跳跃，左、右转。微微。我觉得第二个活动比较难，因为左右弄我很乱。第二个活动呢，我觉得更考我的专注力了，因为当教练发号施令，左跟左转只是差那么1个字，可是动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发现到我自己一直在那边思考，到底是这个动作还是那个动作，所以呢反应就比人家慢了好多拍。我觉得训练孩童的反应能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啊，那如果说他们反应能力强的话呢，可能可以避免他们受到任何伤害。OK， 教练，我们第3个活动是什么？为什么把我们分开来？我们第3个活动是训练我们的本体感。什么是本体感呢？本体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在哪个位置。例如说，微微要去接一个球，他必须知道说他的手要伸长到哪里才可以接得好球，这就是本体感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必须要跟着妈妈的动作去做。第3个活动我觉得最好玩的，因为我喜欢丢球，我可以跟妈妈比赛。转，哇，超厉害！那当伟伟在模仿我的动作的时候呢，他要很专注的去看我在做什么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呢有助于提升他的专注力，也间接的提升他的学习能力。现在呢，妈妈你要去跟着伟伟的动作去做，伟伟不要手下留情。哎，教练！
这个伟伟啊，真的是有点过分哦，经常做那些假动作呢，就是要让我上气不接下气，真的把我累死了。我故意做假动作，弄妈妈不懂怎么做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妈妈认输了。伟伟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你整我整得很累嘞，让我跑来跑去，啊，换这么多动作，你故意的 right？ 故意的。那我怎么找回你？孩童养生重在生理和心理的健全发展，只要是能够促进孩童的健康，让他们快乐成长的方法，我想那就是孩童最好的保健养生方法了。